大家好，现在的资产明显出现一种轮动的感觉，资金从芯片股出来，流入了自4月份大反弹中落后的各种板块，比如说黄金、白银、7巨头、军工、金融还有医疗，他们都开始涨了。整个市场是不是要放弃半导体，进行一个超级大反转？今天我们就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市场轮动。最近黄金、白银也开始启动了，我在影片后面会给大家分享一个看黄金、白银的先行指标，完全免费的，还挺准的。我在后面会免费分享给大家。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讲一下风险。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我在置顶留言给大家分享的美股宏观扫描器提示词，在买股票的时候大家都扫描一下，看一下风险。最近的数据，短期来看 CNN 的恐惧贪婪指数从1个月的 39.8 直接跳升到64，进入贪婪区间，这是一个警示，但是还没有到疯狂的极度贪婪。还有一个指标是 AAII 散户情绪只有 37%， 看多 38%， 看空，这和 CNN 的恐惧贪婪指数相背离。这就说明推动这次标普500创上新高的资金大部分不是散户，而是机构。机构在大跌的时候先进场了，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承保证券监测的数据，在7月末非半指数跌得最狠的时候最恐怖的时候，散户是大量的割肉卖出，这条线向下拉得非常长。但是在30日的时候又出现大量的买盘，几天之内就把非半指数回血18个点机构就是这样，放利空再砸盘，吓死人，又拉盘，等到散户回过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切都是似曾相识的套路。实际的股价也是这么反映的，之前半死不活的亚马逊、谷歌跌了半年多，现在都开始回过来了，还创新高了。之前砸得最狠的 SpaceX 几天之内从100多块又回到了133，而从25年底一直跌了 50% 的 Palantir 跌到人心憔悴，茶饭不思这几天就涨了 60% 这样一看好像回到高点也不是不可能了。而黄金、白银也从最底部开始反弹了 10%， 白银是反弹了 17%， 其他的板块就连军工也在反弹。但这些反弹会不会持久，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像标普这种大盘指数今年都没怎么调整，现在宏观经济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只能谨慎乐观。大家再看一下我的宏观扫描器里面的美银的牛熊指数，现在也是历史最高点，它的这个模型表明各种的基金杠杆都加到最高点它是一个卖出的指标，是历史最高点，所以一定要小心。有的朋友问，这个宏观扫描器和我展示的效果怎么不一样？其实你在 Cloud 出了结果之后，再加上一句给我设计一个漂亮的 PDF 或者是 HTML PPT 之类的，它就可以帮你做好美化，然后一眼看起来非常舒服。所以投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如果你手里真的是有一些优质的有护城河的公司，自由现金流也不断的增长，这个时候这些好公司有时候往下跌也要忍住，因为他们反弹的时候只要1-2天直接就能回本一半。整个市场都看半导体，其他的股票和黄金就跌，而半导体现在跌了，其他的股票就回涨，这个是2026年的一个特点。为什么？是因为增量资金不足导致的一个资产轮动。现在的世界股票资金就像一个水床很多人躺在一边，另外一边就会鼓起来。为什么这个水床不能一直冲水，让整个世界全部都鼓起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各国的杠杆已经全部都加满了。韩国还发生了杠杆散户踩踏暴跌，台湾银行的各种的个人贷款 quota 都已经满了，放不出款了。而美国杠杆 FINRA margin 的这种的指标都是历史新高，居高不下。而现在美债长期利率都5个多点了，战争导致物价上涨，各国都在加息。虽然这2天美国的非农大跌，但是未来因为通货膨胀，美国大概率是保持这个整体的利率高位维持。联准会主席沃什台湾叫做华许，他加不加息也不好说，但是要降息就可能会难一点。而且现在还出现了日元升值，日元这个长债利率提高的情况下，这又导致其他的机构投资者不敢大量借日币去投资股票，所以整体的股票的这个水床的这个水位开始下降填不满了。所以资金要炒股票，它总是从这个估值高的股票的半导体撤出，然后呢再进入估值低的金融、医疗、软件、7巨头等等的。这个就非常符合一个宏观的资产模型，叫做美林时钟。
半导体、工业这种的周期性成长股大涨之后，接下来就是大宗商品，金银、铜、石油等等的，它们涨完以后就是粮食上涨啊，总是这样的。大宗商品涨完之后会出现什么啊？就会出现整体的物价抬高，工业出产的各种商品它的成本提高，接着就会出现消费端的需求下降。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开始投资了，就开始存现金。等现金拿多了，大家又觉得啊，现在现金通胀是不是要把我的现金直接吃光啊？然后他们又去投资债券了，买了债券又发现这个利率不高啊，还不如买什么可口可乐，买什么 DBS、摩根大通，让银行用我的钱去赚钱。等大家又去买这些 old money 的时候呢，恰恰这些 old money 股票又是标普500、道琼斯成分股，大量资金去买它们的时候，这个股市又开始上涨，涨了之后整个气氛又带起来了，结果之前抛售的科技股、周期性股票又被炒起来了。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啊！现在还没有出现所有的股票普涨，如果真的出现普涨的时候呢，那泡沫真的是要出现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降息，或者是美联储放水，把这个资产资金全部给冲高了。一旦没有人接盘，或者是利率一旦提升，大家一下出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踩踏。但是现在普涨还没有出现。所以在这种存量资金、资产轮动的市场下，还是能找到不同板块中的低估机会。说是要找低估的价值股啊，还是要学巴菲特。最近正好周末，伯克夏发了财报了，2季度现金储备降了大约300亿美元，净买入股票是2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是谷歌。巴菲特退休之后，伯克夏还是延续他的风格，在股票跌到合适的价位就直接买入，然后长期持有。他买入之后，不管宏观环境是怎么变的，他就看这个企业基本面。如果是一个好企业，这个价格低，他就买。他的核心原则就是一条，这个股票估值。股票的价值就是一个遛狗的人，股票的价格就是绳子另一端的狗，或者是鸟，或者是什么海龟之类的。不管什么天高任鸟飞，或者是沉鱼落雁，股票的价格上上下下，但是它终究会被拉到这个股票的内在价值上。所以股票投资就是在循环往复的板块轮动中，不断寻找被低估的股票，然后买入持有。这种策略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一个股票的估值。我自己现在用下来，觉得 Investing.com 里面的公允价值还是挺准的。我在几个月之前就一直提里面的公允价值，当时不知道老观众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费半指数是一直在涨，但是7巨头的股票一直下跌。当时我就看 Investing Pro 里面的辉达、微软、亚马逊、谷歌的公允价值都是要上涨 25% 左右，但是股价就是不起来。最近他们的股票在轮动期间都涨了 15%， 而他们现在的公允价值也涨到了正常价格。之前因为 AI 对软件的冲击，大家又提出了一个 SaaS 股票末日， Palantir 跌了很多，现在从底部反弹了 60%。 有的朋友就问还能追吗？短期要追，你就看这个估值，你就要承受未来可能会下跌 30% 的可能。 Palantir 这种股票没办法，它几天内就涨这么多，你再追那可能就是抄到顶部了。未来可能还会涨，但是你要承担下跌更多的可能。巴菲特一直讲，投资就像打棒球一样，最核心的秘诀就是耐心等到这个球进入自己的甜蜜区再挥棒，而在自己看不懂的球出现的时候，哪怕放过也不盲目出手。所以对于股票投资者来说，尤其是新手，一定要有一个像 Investing Pro 的这种的估值工具，让股价落到一个甜蜜区，即使错过也不要头脑发热买在高点。是不是高点你就看公允价值行了，你也不用学什么估值，它的模型都已经给你算好了。除了美股，全世界的股票都能看。现在有个好消息，台湾股票市场的报价已经提升至延迟15分钟了啊！延迟15分钟对于看估值也够用了。我们可以搜索一下台湾之前最火的国剧，货币可以换成新台币，现在的公允价值就是负的 23% 左右。当时国剧最火的时候，公允价值是负的 48%。所以在黑天鹅出现时，国剧的股价就从1100跌到了500块。从这里面来看，这个估值真的是非常重要。什么是价格，什么是价值，你一定要知道。一个股票的价格和价值你一定要分清。现在市场因为资金不够，整个板块都在轮动，记忆体大跌，出来的资金就去买了7巨头、软件、黄金、金融。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 SNDK、凯霞、南亚科、华邦电、旺宏、美光等等的这种的记忆体股票，大部分现在
跌到位了，已经跌出公允价值了。这时候跌了，很多人还是不敢买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想想，到底什么时候你愿意买一只股票？之前辉达、亚马逊、谷歌跌出20%以上的公允价值，那个时候你敢不敢买？甜蜜区出现的时候，你敢不敢挥棒？板块轮动，金融股、医疗健康股都在涨，我们把它们加入自选股，一眼就可以看出伯克夏、摩根大通还有空间。医疗健康、礼来、强生反弹的最近也差不多了，所以比较保守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的朋友，就可以把自己的股票投资在蓝筹股，波动性比较小。其他的股票都可以加进自选股，在大跌的时候和股票大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过来看一下他们的公允价值，这样大家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出手。不知道如何选股的朋友可以点击 ProPix AI， 这里面全世界的策略都有。点击台湾，选择台湾晶片冠军，11年收益20倍，年化30%，每个月1号自动调仓。右边显示15只持有的股票，页面下方每个月1号告诉你买入和卖出的原因。最近新增了以盛、台表科等等的收益也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它不是每一个股票都赚的，这个一定要注意。ProPix AI 每个策略都是和基金经理一样，看的是整体的收益。跟着它可以学习一下如何配置股票资产，美股、科技、蓝筹股、日本、加拿大各种策略都有。大家使用的时候最好是使用平板电脑或者是笔电，看网页版，点击右上角开启 Investing Pro， 这样就可以进入，查找的信息更多更全，还可以导出数据让 AI 进行分析。如果你想通过技术分析炒短线的话，可以从页面中点击进入，选一个股票台积电，然后点技术面技术分析，可以看到 Investing Pro 的专业的技术分析，各种指标你不会看就看总结就可以了。你还有什么技术面基本面的问题，就可以直接点旁边的 Warren AI 问就可以了，里面有10年的交易数据，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在自选区里面一眼扫过去，如果大多数股票公允价值都是要下跌30%到40%，那就真的说明整个市场高估了，要减仓了。我之前提到的软件股 Now 和 CRM 现在也因为板块的轮动从底部开始反弹，估值显示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要持续跟踪一个问题，就是 AI 是否真的可以帮助他们提升现金流，还是 AI 会替代他们，这个一定要看，否则有的时候投资就会进入一个价值陷阱。一个股票很便宜，但是它未来或者是现在的基本面已经不行了，所以股票投资既要看估值，也要看技术面，然后还要看基本面，综合判定才可以，不能只看一个因素。现在用我的链接购买 Investing Pro， 最高优惠 55%， 在结账的时候会自动叠加另外的 15%， 一个月几杯奶茶的钱就可以有一个专业的工具帮你盯着估值，让你的头脑清醒。还有 ProPix AI 带着你炒股，让你再也不用凭着感觉投资，真的超值。真的投资之前也要用我的美国宏观风险扫描器扫描一下，现在的美银牛熊指数真的是在历史最高点，目前市场各种机构个人的仓位都非常大，现金也变少了，杠杆也很高，的确是有风险，一定要关注美联储会不会加息，一旦加息的话呢，市场的这个水位又下降了，可能就比较危险。但是短期来看，接下来的市场会炒作一个新的事情，就是股票回购。毕竟是到下半年了，各种公司都赚了很多钱，他们要开始进行一个股票回购的策略。在市场总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时候自由现金流非常好的公司，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现金开始进行股票回购。一旦股票进行回购，它的股价通常会上涨，原因非常简单，物以稀为贵，市场上流通的股票越少，即使整个公司的这个市值是不变的，但是每一股的价格也会上涨，因为股票少了，投资者没有减少。所以在整个市场存量资金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一个公司要让它的股票上涨，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回购股票。现在伯克夏已经开始回购自己的股票了，而通常这些上市公司在回购自己股票的时候，管理层会认为股价是处于被低估的情况，它才会回购，很少会出现这股票涨得非常高的时候它也回购，那管理层就是接盘了。周日有消息 ，SK 海力士拟推出710亿美元的股东回报计划，其中就包括284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而三星一样也会出一些各种回购的回报股东的方案。闪迪已经出了，说是140亿美元回购，这个是确定的。而美光因为美国的晶片法案无法大规模回购股票，新闻上说是解禁的日期是26年12月9日。有分析师就分析，如果到了26年底，美光手里的现金可以回购40%的流空股这个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这个股票要涨40%啊？这个不确定啊，它还没有出现这个新闻，我只是猜测。现在 SK 海力士、美光这种的3-5年就可以把自己所有公司的股票全部都买下来。一旦这些流通股开始减少，理论上其他情况都不变，流通股越少，股价会越高，也不是绝对的，但是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接下来市场很可能要炒哪些公司现金流最多，最能扛住未来的风险，最能回购更多的股票。因为美国加息的可能性还非常大，美股一旦回调10%、15%，那拥有更多现金流的公司，他们就会大规模回购股票，低位接盘。为什么蓝筹的医疗健康股、银行股都一直在涨？就像美国药业巨头礼来，回购金额授权是150亿美元，第一季度才买了23亿。而摩根大通上半年已经买了150亿自家的股票，7月1日他又授权500亿的美元回购金额，有这么多资金就会给蓝筹股有巨大的托底。别看很多蓝筹股它涨得慢，但是经不住一直涨。每个人的投资风格有很多种，有的人是愿意左侧下跌的时候买，这个时候就要看 Investing.com 里面的公允价值，在跌出价值的时候买入。而有的人喜欢右侧上涨的时候进行加仓，这个是顺势做多，追求最强的动能，这个就要看很多技术指标，这个在 Investing.com 里面一眼能看到。最后说一下黄金白银，黄金白银现在反弹，在消息面里面很多央行都在买黄金，但是我们现在能跟着他们买吗？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完全免费的跟踪黄金的先行指标，叫做 COT 黄金，它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协会 CFTC 发布的黄金期货持仓报告，链接就放在置顶留言里面。打开之后大家可以先设置一下，然后就看这个绿色的线就可以，红色的线是冶炼厂矿场的需求，紫色的线是散户，我们要看就看绿线，这个是大宗买家的需求线。绿线在黄金上涨之前它会提前慢慢上涨，这个就是表明大户在提前的布局了，黄金之后就会出现持续的上涨。但是如果绿线突然出现大跌这个时候黄金还在上涨，就说明机构在拉高出货。最典型的就是15年10月的行情，还有今年1月27日绿线突然断崖，然后第二天黄金还大涨了1-2天，之后就一下一直跌。这2天黄金开始上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线，这个绿线也出现了一个小头。那未来怎么样？它只是测试还是要继续上涨？我们要严格观察这个绿线，要看机构会不会持续的加仓。现在是有一点苗头的，机构已经提前布局了，它是在上涨的。但是这只是技术分析，还要继续观察，关键就要看美联储要不要加息了。如果华许一旦提前加息，那这个黄金可能就要遭到重击。但是如果它不加息，说不定这个机构已经看出了黄金已经跌到底部了，慢慢补货。投资你也不能只看技术指标了，所有的这个信息你都要看一下。现在买入你就要看，如果未来能涨20%、30%，那如果跌20%、30%，你能不能接受？没有一个人能在短期能看到未来的，都是一些赔率。你要看，你要算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赔率。总结一下，现在的蓝筹股、软件股、黄金都之前跌过一轮，现在资金已经开始轮动，他们也开始启动了。和 AI 相关的芯片股也不用怕，因为他们有持续赚钱，有大量的现金流，他们的股票在跌出价值之后，也会因为资金轮动，最后才回去。投资要用长线思维，短期炒作加杠杆，最终都会被市场赶出去。新手都用一下 Investing.com 优惠链接在我的这里留言，大家经常去看一下估值，可以找一下更好的买入点。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